大家好，这两天美国川普是在认手，但是比特币价格却涨不起来。那现在比特币价格下跌，相信很多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都在关心下跌的买点，以及买入以后怎么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其实交易无非就买跟卖，有时候预测跟操作是两码事哦。操作买入有利润时，说明你做对了，做对就应该让利润奔跑。但是我看全网好像就我的一些粉丝在跟着我，利润一直在奔跑。我相信这个位置并不是比特币的顶部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昨天价格虽然下跌，其实短线比特币要涨还是有机会的。包括昨天这一个上灯线，盘中也是非常的关键，应该赶快给我重新冲上，也就是这一条红色我们散户的生命线20MA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不上去，我个人观点，不然还是一样观察中线。我个人心里比较重要的一个关卡，大约就是这一个$100,000，只要不跌破，比特币还是有希望在这个位置箱体区间里面盘整，或者是盘整的结构，那不然就继续观察比特币是不是在 ABC 盘整的结构。那既然价格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要上去20MA 是有机会哦，但是现在价格是在20MA 下方。我们再来聊一下，就是你怎么让利润奔跑，特别是买点的位置，你如果要让利润奔跑，那你就要想办法买在或者是做多在主力它死不死我们的位置。就比如说这2年比特币，如果参考这条20MA，然后你配合价格在20MA 下方的时候，有时候下杀。当然，首先前提是你对整个比特币的大方向，包括现在我的大方向，比特币还是牛市，这个位置并不是顶部。当然，它如果有下去，我们参考就是前2年的一些买点。第一点就是这一个趋势早就已经突破了，你如果认为这个位置是顶部，比特币要这样子再下跌个50%到70%的熊市，你认为比特币要跌到3万或者是2万，这种可能性，我直接在这边否定。当然，如果有一个短线或中线的回撤，像这种10%、20%、30%的回撤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硅谷银行崩盘的时候，我自己最后悔的就是这个点位当时没有做多，因为 15K 有做多。我们看一下价格在20MA 下方的时候，然后价格低点更低，可以看一下指标低点更高的时候，这种底背离的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后面在3万左右盘整，然后再跌到这个2万5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同样是价格在20MA 下方的时候，低点比前面的低点低，然后这边的 KD 指标低点更高的时候，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。所以其实当时25K 的时候，我是在这个位置就开始一直在做多，因为当时视频有跟朋友们提到，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看涨楔形的结构。不过我们看一下，其实这一波牛市有几个位置，比如说这个位置也是错失，没有再做多，以及我们看一下之前在49K 到53K 或者是几个位置56K 也是做多了好几笔。我们看一下，其实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就是你看到前面盘整或者是价格在20MA 下方的时候，低点更低，指标低点更高底背离的位置，你要买的话，还有一种方法，再配合支撑跟阻力，前面的这个高点的支撑，做多到现在也是一大波的利润。以及我们再看一下，包括当时75K 也是在这个位置，反正低点更低，然后指标它是略微有一点低点更高，底背离的位置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。所以现在短期的比特币价格是在20MA 下方，当然现在的指标它是没有背离哦。如果下一步它有跌破这个低点，我估计可能这个 KD 指标现在也不确定哦，最好是这个位置不要跌破，因为我感觉$100,000它是前面这一个盘整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，
这一条线，我感觉支撑还是非常的强，有可能在这个位置盘整，也不排除短期价格会不会继续上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一些报道。就前面美国是讲要攻击那个伊朗，但是这几天又拖了，是讲要等2周的时间再做决定。那现在早上的消息，特朗普是认为也许美国没有必要去打击伊朗。然后这2天跟一些年长的一些朋友也是有在交流，美国到底会不会去攻击伊朗，或者是中国有没有可能去支持伊朗？其实要知道地理位置，新疆距离伊朗只有1200多公里的距离，所以这个战如果真的要打起来，我是感觉有可能大陆这一块会不会去支持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则新闻，包括普京也是有提到世界的局势有没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。所以现在比特币的价格，我估计可能有一些资金也是担心，如果真的继续爆发战争的情况下，比特币价格短期会不会跌？但是我的观点，历史的经验你看一下当时疫情有这种恐慌崩盘的时候，一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。那我是相信这一波比特币的牛市，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的图表 QQE 指标为什么我认为比特币还是牛市？上方这一条超级趋势 Super Trend 的指标，它目前还是绿色的结构，而且这一波牛市以来，每一次有下跌到这一个趋势指标上，有下跌到趋势指标上，有下跌到趋势指标上，最终价格全部都是上涨。我们参考2015年当时比特币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起来之后，压回这一个线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、6次，一直涨到这个顶部。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当时的这个 QQE 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自2016年这个位置减半之后，后面比特币价格的上涨，因为24年当时价格也是减半，现在价格上涨到11万美金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当时有几个位置价格创高，然后 QQE 指标它柱状是一直在放大，这边价格在创高 ，QQE 指标柱状放大，你会发现当时价格是更高，但是这个位置柱状是背离。背离它是不是修正到就是这个位置，后面价格继续涨。所以现在的位置我们看一下，上一次周线有跟朋友们提到，周线里面的 MACD 指标或者是其他的指标它是在背离，因为价格比这个高点高，背离。然后这个现在是 QQE 指标其实也是背离，背离的话那短期是在收缩，它这个位置盘整短期看10万不要跌破，当然也要防，万一10万跌破的情况下，如果真的价格有在下跌，还有几个支撑的位置，也就是前面有跟大家讲到9万5到9万2附近，这边不是一个 N 型的转折嘛，或者是这一个低点的支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昨天价格重心虽然是继续下移，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只是在下跌的时候，反正是又买了2000多枚的比特币。那短期我的观点是，可能一些主力也是在守大约是10万美金左右的这个支撑，下跌它距离这个10万没有多少空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狗狗币短期是把这个支撑，昨天一下跌，现在也是全部跌破，或者是它现在价格还是一样，低点更低。然后日线里面的这个 KD 指标是在背离，包括 MACD 指标也是在背离，只是现在猜不着，目前它还是在短线里面的左侧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以太坊昨天重心也是下移，那短期尽量先观察吧，前面这个2300的以太坊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